好，欢迎大家今天在周六的晚上看我们北京保利拍卖的直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是天珠、至纯天珠的收藏对谈，还有导赏。我是主持人龚正。我们这边有3位嘉宾，今天晚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儿。那我来一一介绍一下。就是挨着我的这位老师，就是古珠圈的著名学者、学术女神朱晓丽老师。大家好，我是朱晓丽。就小丽老师应该是首次在拍卖行的这个公开的平台上露面直播，所以北京保利也是深感荣幸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哈特别讲究子字的排辈儿，老子啊、孟子啊、庄子啊，是吧？就我们第2位嘉宾呢，就有幸请到了天珠圈子字辈儿的刚子老师。就刚总其实在古珠圈是男神一般的存在，他本身就代言自己的这个就是自己品牌的代言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能请到刚总呢，就是在这个收藏对谈这个题目里头都显得非常的有说服力，然后更可信了。那我们第3位就是这个古珠圈里的新势力的这个后起之秀主理人果冻。Hello， 大家好。就其实我们4个人都是内向的爱人，但是今天呢，就是尤其我跟果冻对着2位前辈都比较紧张，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融入这个对谈中，就展现一下作为保利这个新的合作平台，还有新势力的这个主理人的一些更多角度的观点吧。我们今天直播其实主要是2部分内容，一部分就是对谈，因为我们这一季保利的拍品主要最贵的一件就是放在中间的这颗6眼，那我们就准备了大概6个话题，请这个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闲聊天哈。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把这个结合一些拍品的实物过一下，还有就是有幸借到了一些藏家的藏品，但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是刚总带来了什么，一会儿可以给我们一个惊喜啊。应该算是惊喜。哦，都是很超越我们日常所见到的这种标准的珠子。好，那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就第一个问题呢，因为有幸请到了小丽老师来，还是想问一个相对学术一点的问题，就是想请问您至纯天珠这个名词究竟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呢，在至纯天珠或者错丝天珠究竟是不是古籍中记载的这个色，还有它的产地大概是在哪里？这个至纯呢，就是至纯的翻译，就是把它说成汉语的至纯，这个也是比较晚的。然后天珠更晚，天珠呢可能跟70、80年代的时候，最早台湾人来做这个推广有关系，因为他起这个名字呢，也不是空穴来风，就说这天珠，它是根据早期的这个藏学家田野调查说，藏族会告诉你天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天神给的。所以台湾人呢，他就用了这个一个就是民间的这个方法来命名它天珠，因为它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然后这个名字呢又特别容易被人接受，进入这个内地以后呢，就是包括藏族最早的藏族跟我们做交流，他都不用这个词，但是他现在他也学会了，他也用这个词，因为很上口，很容易推广，而且也很能表达他民间的这个意义。然后大家都跟着叫天珠，然后至纯呢这个说法呢也是比较后起的，但是在藏族的那个概念里头，如果他说子就是至纯。就是它就是一个特定的，就是至纯。然后如果他要说什么错丝啊什么的，他都有一个前缀或者后缀，他都会加一个这种东西。像这个子这个记载，也刚才你问他是不是古代文献的那个色，就我们现在来看呢，其实它不光是中原的文献有。藏传的文献里头也有，包括它跟经文有关的，或者是因为那个藏传它也有，就是这个藏传佛教里头它也有这个五名嘛，它有工巧名，它就是涉及跟这个工艺有关的，或者是跟装饰品或者是这种有关的，它里头也有记载。
比如说它很古老的经文，它有一本经文叫《光荣经》，我们翻译的名字叫《光荣经》，因为藏族他会告诉你日这个词其实它是跟光明有关的，但是光明呢可能是在他们的这个说法里头，它跟那个智慧也有关系，就是开启嘛，它跟智慧也有关系。我们翻译成《光荣经》，但是你去看那个经文的那个名字，就是那本经书的名字，它的名字就是日，所以它这个古老的经文，不光是我们汉语的这个古代文献有，藏传也一直有，所以我们根据这种，但是你说如果有没有考古证据说这个东西它就叫日，没有，因为很多考古出土的实物，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文献说明它是什么，我们是根据文献和实物的对证，或者是测证，还有大量的这种民间的调查，来说明它绝大可能它就是古代文献说的日，但是呢，那个汉语里头的这个色或者色呢，它可能有些地方它是通指一种东西，它不一定特指天珠，因为在古代我们能接触就是内地能接触天珠的机会还是少，因为它那个宗教的原因，它还是少，所以就是可能我们里头记载的色，有时候它可能就是跟那个从中亚或者是西域外来的这些珠子有关系，它不一定特指，但是在藏区一定是天珠，而且一定是至纯，就这个，我再问一下，就是好像之前跟刚总刚认识的时候，刚总就说，其实以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至纯天珠的鉴赏，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石花玛瑙。然后就很好奇，就是现在这种新珠子的工艺，到底能不能达到至纯天珠的这种水准呢？你要单纯抛开它的文化背景，抛开它的这种，尤其是人文的这些东西，单纯从工艺上以水准来判断的话，我觉得它是超过过去的珠子的。但是天珠并不是一个以工艺驰名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天珠的价值并不是说这个工艺它有多难、多繁琐、多复杂，是这样，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不在它的工艺上，而在于它所有一些附加值，它所代表的文化，其实还有就是它身上潜移默化的慢慢一代一代这样形成这种金融属性。那对，其实第二个就引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为拍卖行从业人员，就比如我来讲哈，我觉得至纯天珠是一个特别好的拍品门类，因为它总量数量特别合适，不多不少，然后品种也很繁多，然后体积小，单价高，运输展陈都很便捷，所以它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非常好的门类。那作为二位的这个天珠收藏的这个资深的主理人，想请问，到底在这个市场上究竟是什么样的藏家一直在收藏至纯天珠？他们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人呢？可以描述一下，不用提到具体的。首先，其实很直观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贵嘛，肯定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比较富庶的。然后经济条件好的，这些用户可能，就是他会去，其实每个人的快乐都是有价的。真的，然后每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跟自己快乐等价的这些物品。这个世界上昂贵的东西也并不仅限于只有天珠，只是有些人喜欢天珠，有些人喜欢翡翠，有些人喜欢钻石。就它的群体其实和收藏钻石、收藏翡翠啊这些珍贵宝石的群体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唯独可能它会更多的一些宗教情愫在里边。因为天珠它是一个完全就是它到了今天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价值，它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宗教文化的传承基础上的这样的一个珠宝。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这些年的客户以来，就是年龄段越来越小了，就是随着天珠的这种曝光和推广，然后更多的
就是90后甚至95后的玩家都进入到其中，然后开始关注，开始购买。就是以前吧，就是包括刚哥原来做生意那会儿也是，他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习惯就是以哥来尊称嘛，但现在感觉就玩家都管咱们叫哥了。有时候想想，不光是自己年龄大了，但确实是整体的这个消费群体都年轻化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就年龄小的人就接受起来这个事物，他们就判断力要比。可能比年长的人就是更准确，接受起来会更快捷，然后他们会分辨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然后自己辨别起来也更上手，就是更轻松吧，可能是。其实果冻刚才讲的这个现象里头藏匿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代人和一代人他的学习能力其实他是在递增的，并且是在快速的递增的。就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获取信息的方式方法，然后呢，还有他们的这种自信，他们不太像上一代那样很容易被某一种不太客观的观点就直接就左右了。就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很辩证的，你懂吗？他们首先获得信息的方式也会比较多，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天珠的真假其实是非常好判别的，很容易。那这么多新人进来，这个市场上到底存在多少数量的至纯天珠？这东西还够分吗？这还越来越难买，所以一直在涨价嘛。总量大概您有极品的那些珠子也在涨，然后正常品质的那些把玩品质的入门品质的珠子也在涨，甚至于包括断的也在涨。就天珠是一个非常小的盘子，就很脆弱，经不起折腾。但凡一股脑的进来一帮人买，马上它的价格就会产生波动。好多人。其实好多人不老说是我们炒起来的嘛，其实我们生意人处在里头，我们是最尴尬的，因为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创造价值。就是天珠涨，它不光是给玩天珠的涨，它对于我们这些专职的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说，它也是在涨，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成本在不断的增加。其实它这个总量还是合适的，它适合在一个对，就。3-5万克，大概吧。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推算啊，就是比如在我的认知里边，基本上国内这些比较知名的大藏家，大部分我是认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但是呢，大概也知道它有多少东西，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然后西藏这些比较大的藏家加在一起，市面上流通的这些加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再增加1/3，然后把国外的，比如说尼泊尔啊、不丹啊这些，笼统的增加一下，估计也就3-4万颗这样。那措丝是会多一点，是吧？很有可能。措丝就多太多了，应该多很多，而且措丝还在不断的涌现，因为它原产地现在还有资源，它还是在涌现。那你也觉得差不多合适？我自己觉得可能更多一些吧。我可能他们这个统计没有什么太多依据，但我凭我感觉可能在10万克左右吧。就完整的是吧？对。至纯。至纯。然后完整的不算断珠。那没有依据哪来的感觉？就往届组委会所有的这些商家里，他们更新的这个速度，包括这。10年不说5-6年吧，就是关注的比较密切的这所有的这些里边，然后还有好多玩家买了，确实是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他有一些玩家是极品刚哥说那种是比较大的藏家，他手里可能有个几十颗珠子，甚至更多的那种。然后还有好多那种零散的玩家，他们可能就真是买一颗就再加钱什么的就再不出。这种情况还挺多的，还是还是越来越难买。整体理论上它就是个有限资源，不管你怎么估算，但是现在这个量呢，就是还是合适的，特别是在就是有这种条件和能力的这个圈子里头，它还是合适的这个量。所以它一直就大家对于它的这种信心一直都是比较足的。对，天珠其实很有意思啊，它在
圈子之外，它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其实它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圈子里边，它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东西。首先，它不会似是而非。在天珠圈一定不会存在一个珠子，这帮资深的藏家也好，玩家也好，就你看它是真的，然后另外一个也很资深的人说这个东西存疑，大的存疑。不会的，天珠没有，就是它特别简单，就是老的就是老的啊，新的就是新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像这个行业接触的多了，大概你就知道它整个这个族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它是一个就是它的颜色呀、品相、尺寸、图腾这些，它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畴之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就可以估算出它的价值。你像日常的买卖呀，抵押，天珠抵押，这种的就都是其实是有依据的，但是这种依据呢，它又不是数据化的，它又不是书面化的，就是看天珠的新老真假非常简单，但是去给天珠去估价，就需要描述它的真伪，就需要有比较资深的这种。专业的这种从业经验，大量的这种接触实物的这种经验才可以。还第三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小丽老师，也是有点学术的，就是我看您的经历主要是研究工艺美术史还有佛教美术史的，但是您现在是古珠这个著作等身的，就是您说您之前是对于古珠啊天珠很感兴趣，那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最早是怎么了解到至纯天珠的？然后因为比如说像至纯天珠，它最典型的这种圆圈的纹饰为代表哈，还有很多感觉很神秘的各种其他纹饰，就您有没有统计过它，就是到底存在多少这种纹饰呢？天珠呢，因为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是美术考古，我做了一个实地的项目是成都周边的佛教摩崖造像，接触这个就是因为你要做这个田野调查，你要对文化和它的内容都有了解，所以其实学习这个过程当中都知道天珠的存在，但是那会儿很模糊，因为没有这个概念，对它的价值没有概念。我去读研究生藏区去做那个实地的采访的时候，那些藏族，我现在才看见，我以前我画很多速写，就是跟他们在一块画。我现在才看见我画的那些速写，他们身上都带着珠子，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他们带的是什么。那时候关注点不在这。对，但是我的速写呢，就是我习惯画那个细节。我发现我现在翻20年前的都画了，但是那会儿就是没有关注，都想不起来它带的是什么，反正就是珠子，所以一直对这个有概念。但是接触这个呢，是写完那个第一本书《中国古代珠子》以后，因为那本书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大量的那个搜集资料，就是对这个已经有概念了。然后实物接触呢，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受这个现代人文学科的培养，我实际上是不应该有这种说法的。但是我第一次看见实物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惊讶，就是它怎么会，就是那种油润度哈，你感觉好像它包含着很多爱，就是这种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因为你肯定会一直带着它，然后怎么样？就我学美术考古，我还是知道一点，就比如说它有缺陷的地方，就是有那种小的崩口那些地方，你都能看见它的油润度，那就说明它一直是有人在爱的，就是可能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对于信徒来说，那个就是虔诚，他就一直带着，他相信这个，他对这个有信仰。但是我买的第一颗珠子还是一个藏族，可能你们都应该知道他，现在还是很活跃的，父子俩都在北京，还是很活跃的。买的第一颗，你知道他？大概知道，大概猜到。买的第一颗珠子是我的写那个中国古代珠子的第一笔稿酬，那会儿稿酬不高，所以现在你们能知道那会儿的天珠有多便宜，跟现在比较起来，是我的第一笔稿酬买的，一颗小3眼，现在还在，就是这种感觉。
那关于它那些纹饰呢？纹饰呢，就是因为对统计，它纹饰很多，但是它实际上真正的只有线条跟圆圈的组合。就这个可以演变出，就实际上它是可以无限组合的。但是呢，你发现它有一些固定的纹饰的这个纹样的那个模式，就相当于模板。它实际上它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它不是随意为之的。当然我们现在解释的这种呢，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关系，但是在真正的古代发生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这样的，就它的解释，但它一定跟信仰有关系，一定跟比如说护身啊，或者是驱邪啊，就是这些，它一定跟这种有关系，就对他们来说。我在那个《喜马拉雅天珠》这本书里头做了一点那个图案的统计，可能100多应该有100多种，可能100以内，我自己写的书我都不太记得了，因为还是有一点年代了。统计了一下，纹饰蛮多的，但它就是大几十种，它就是2个线条跟圆圈的组合，然后可能还有一点菱形。现在我们管它叫什么佛眼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的解释。是可能跟不是古代的解释。就比如说，好像现在就是觉得它跟仙教、拜火教可能有点关系，因为可能比藏传要早一点。对，它会是有一些关联性吗？应该有一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天珠发生这个天珠的这个工艺和它的形制，就是这个实物做出来的时候，古代藏族还没有兴起一个就是现在这么大的体量。它应该是我在那个喜马拉雅天珠里头写的，就整个这个它怎么流传成为藏族的信仰的一个护身符，然后怎么赋予它那么多他们认为的能量意义。我大致写了一个流程，实际上它是整体接盘过来的。它是整体从融合了一下，对，整体就是比如说我征服了一个邻邦的国家，就像象雄这样的，我征服了它的国库，它的什么肯定都是属于我的。对，它是整体接盘过来的，然后它赋予了自己的信仰在里头，因为这个信仰对当时的他们非常重要。如果他还接盘人家的信仰，那又没有了，你的又不存在了，你的这个又不存在，所以它是赋予了自己的东西在里头。所以其实西藏本地并不是天珠的产地，应该它原产地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大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古代象雄，它在阿里嘛，阿里在古代的那个地理范围是很广的，它分里象雄、外象雄，它地理范围非常，包括现在中亚、阿富汗、印度很多地方。如果从这个意义概念来说呢，它地理概念在古代它还是西藏，但是文化呢，就是跟现在的这个藏族它还是有联系的。你从现在藏族的那个民间的习惯，比如说煨桑啊这些，它实际上都是从很古老的原始崇拜过来的。它特别是它表现出来的那种2元的那种，比如说黑白阴阳。天珠的文献里头，古代文，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一个藏文的跟工巧有关的？我不认识啊，他不认识，全部都是藏文，有一本书。对，我实际上我在喜马拉雅天珠里头有那么一段藏文，是我的一个师妹，西藏大学的师妹，她让她的藏族老师给我翻译的。翻译呢，就是你读不通，但是因为它古代的文献它是誊抄的嘛，它可能是断句啊，或者是抄漏了都有可能，很多地方读不通，但是有些地方它很明确的告诉你，天珠是分公母的。实际上公母阴阳，但是你不知道他说的公天珠和母天珠是什么，再没更多描述。没有，但是像这种2元的概念，它实际上是跟古代的拜火呀这些是有关联的，是这种。那我再问一下2位主理人，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古董收藏会有一种想要凑全套的
这个想法哈。就比如说，当然这要靠缘分，也要靠实力。就比如说我们本季这个清康熙的这个青花五彩12花神杯，就1个月一个杯子，凑1年12支。还有就是这个江山一统尊和它那个原装的瓷的底座，也是一个成套的东西。那就是想问问，是不是天珠藏家，比如说也想有一个凑集1到12眼啊，或者是这种特殊图腾，就想出现，只要是出现过，我就也想收集到，有没有过这种？就有的啊，就有的玩家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好多人就是经济实力到这儿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把1眼到12眼、13眼都每一个图腾都凑齐，但是他真正我们会给他一些正确的引导，告诉他，比如5眼啊、7眼啊这种极为特殊的，很难有好品相的，基本上都是那种特别烂的珠子，就是很水的那种，品相很差的。但是你看，然后对看到过，但是你跟他说的时候呢，他可能半信半疑，但是他通过自己玩一段时间接触，他也就确实就认可这个事儿了。然后那种极为特殊的图腾呢，可能品相他也确实是就是看不上，而且价格也不便宜，慢慢可能就放弃了。然后久而久之，慢慢的就是凑套的。有一种玩家现在是什么样？就是从珠型上，就我长珠的有那么1、2个，就比如2眼、4眼这种长的，然后达洛这种圆珠型的有，然后小珠的小虎牙、小3眼这种配串的小珠的，就这种几种珠型上，我可能凑齐了都有，能玩就基本就够了。就还是有这么一心态在。其实这就算凑齐，就算挺成体系的玩天珠。哦，那你们见过最特殊、印象深刻的珠子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小丽老师也可以说一下，因为您肯定也拜访过很多藏家，见过很多藏品。我走访过很多实地，就是跟天珠，可能我认为跟天珠原产地有关的。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应该是那个工艺，现在看是错丝，但是那颗珠子有多大？我觉得像擀面杖那么大，但是它是老的。我最惊讶就是这个，它是老的。擀面杖没有这么大吗？是不是？没那么大，没那么大。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擀面杖，10几公分有了。有。我喜马拉雅天珠里头不是我用手捧着一个线珠呢，比那个线珠还大。哎呀，我的妈！那是啥纹饰呢？好吧，他不让我拍照。纹饰呢是很规矩的，很规矩的，有点跟至纯的纹饰也很像，是规矩的。很多人玩这些老东西，喜欢追求特殊啊，喜欢追求稀有。我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天珠本身就不是一个制式的东西。就是你看啊，比如说你清代的什么瓷器啊什么，它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范畴的，比如若神杯都长什么样，对吧？盘子大概对。天珠你看那个2眼，它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它什么样的都有，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制式。所以我作为一个我去收藏、我去售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我会更在意这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刻意的与谁不同，我更希望它在了解的人面前都说它是好的。所以其实我从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我对于那种就是极其特殊的，我都感觉平平吧，感觉一般。因为比如说有一个珠子，全世界就这一颗，有的时候一个东西的价值认定，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就这么一颗，只有你认可它的价值，别人不认可，这未必见得是好事。尤其在收藏圈，孤品哈，孤品也要建立在孤品是要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我们满足了基准的条件，然后以超群的品质存在，这样的孤品，就比如我刚才说的那样的标准里头也有孤品啊，就是珠形又好，颜色又好，画的又好，哪都好，这样的孤品和那种全世界就一颗，这世界上真有很多天珠就很奇怪，你知道，当时当时画珠子的人也不知道他那一刻怎么想的，对，工匠创意了一下，对，那这种东西可能从学术上看和我们从市场
它的经济价值这样去看的话，可能感受是不一样。那您见过的，就是收藏这种最全套的，大概能多全呢？只是多吧，谈不上全套，因为还是没有全套，还是一个执念，老师没有全套。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去套系化，就首先它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然后这算不算大大小小啊，大大小小的尺寸，你比如说，你看天珠的尺寸很重要吧，对吧？比如说这么大的天珠，就在天珠里头已经属于非常非常稀有的、非常昂贵的稀有的。那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有这么大一颗天珠，得有大拇指这么粗，是至纯吧？至纯，他居然画了个4眼，那个珠子画12眼绰绰有余，有余对，但他那就画了一颗4眼。那你要是从图腾来讲的话，它可能看似好像不是很昂贵的图腾，其实那个珠子非常贵，就因为它的尺寸、它的品相已经是很超群的存在了。所以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它在刚被做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规范的对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太好去按照这个套来要求它。对，那套可能就是常规图腾，你说能凑上，就比如说2眼、4眼、6眼，就是咱们能想象它正常画的。如果特殊图腾的话，就用我们就是说土点的话，你就看那珠子画的就是又是勺又是叉子的那种，特别随意的，那种你都没法就看一眼珠子，你说把它拿走，再让我只能再画，有时候都不太能记得住，就特别特殊的那种，就那种就不能在套系里边了。那你们最早入行的时候，就我这大概这价位都多少钱？跟现在比起来，能说吗？我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比如像这样的小虎牙，5-6千块钱吧，全美的，是不是很便宜？那是多少年前啊15年。但那个时候5-6千买了，比如5千买了，卖6千5，卖7千，挺开心的呀。天珠是这样涨起来，天珠并不是直接，比如说这珠子现在比如说30-40万，天珠并不是直接从5千涨到了30万，比如这样的小虎牙，它并不是直接从5千涨到了30万，涨到了40万，它不断的在贸易。你知道吗？我们有些珠子卖好多回，对，卖出去收回来，卖出去收回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它的数量有限，对，有时候也是客人认赔，知道吗？完了你去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你买不着，然后客人这边的珠子，如果说你觉得有钱赚，中间有这个有差价，你就可以把它买回来。所以刚才果冻说客人愿意认赔一点，对，实际上他还是侧面反映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你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个硬通。对，因为它赔的不多呀。对，因为它的保值、流通这些属性是非常好的。对，就因为它少嘛。数量合理。然后一是因为它少，二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有一个话题，就是它的真假判断的标准，至少在目前，它的标准是绝对的。对。这个对，在我们其他门类里确实比较对，是那个说这个东西有一眼，没有这种说法，是开门哈，开门的，它没有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那你看，你比如说瓷器，有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知名的专家也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有是。天珠就不会，但天珠大家的意见相左在哪儿呢？就是它卖的太多，价格，就只有这个。对，那反正第5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构建这个拍品的过程中呢，一直都把这个天珠安排到在佛教美术这个大品类中。那其实是想传达一个它跟藏传佛教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就是我是曾经见过一些老照片儿，民国时期的可能他那个照片里的贵族们可能就穿戴着有感觉上是有这个天珠的。然后如果以我对这个中原传统文化的了解，其实天珠它在五行里属于火。就是因为3位
其实都对藏区非常了解，非常熟悉。有没有一些关于天珠美丽的故事？就刚才可能小丽老师讲了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天珠美丽的故事，能够把我们这个直播浪漫的氛围升华一下？就不要太学术了，也讲讲故事给我们。先讲，他肯定故事很多的，因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接触的这些，他应该是知道很多有感受或者个人感受对也可以，浪漫的感受。好像也没什么。讲一讲，你肯定有。你昨天还讲着一个什么浪漫的，就像我刚才说，感受到好多人爱的那种，真的是那种。我们讲个浪漫的故事啊，讲个好玩的故事。大概应该14年前吧，有一天我们去藏区，然后一个人就把我拉到了他那个又小又黑又破的房子里，说他们家有亲戚有一颗天珠，然后盖房子想把这个东西卖出来，然后那个珠子当时估计能值个10来万。14年前，大珠子，那已经很贵了。可是他只问我要了3万5。我的天哪，这是他的浪漫故事，讲漏故事。对，然后完了就黑漆麻乌的，他在屋里给我看嘛，看完了之后，赶紧我就把珠子收起来，就赶紧跑吧，付款，对吧？捡这么大一便宜，对。等我回酒店之后，我发现那珠子是假的。哎呀，光线黑是吗？对，他故意给我营造了一个那样的环境，营造了一个他不懂，然后让我捡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氛围。然后就发现珠子是假的。那还是蛮惊讶的。有没有后续？没了。没有，我去找他，我说这东西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那亲戚已经走了，去牧区了，我也联系不上他。其实你这种故事，男人都有。这是我唯一吃过的一个药，就从那之后，后来我就真的提醒自己不能占便宜，不能贪便宜。对，真的。尤其是有的时候碰见越大的觉得便宜，你越要谨慎。就是。其实其他的有这个故事，关于天珠的好多那种浪漫的故事，在藏区会比较多啊，说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感应啊，藏区这样的故事会非常非常多，但这些东西不太好讲出来。就是我更愿意去做一个听众，我喜欢听别人给我讲。就去藏区，有的时候，藏区的民众其实对于天珠的认知，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持平的一个水平，它也是有人懂，有人不懂。对，大部分其实也是不太了解的，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了解不如内地这帮玩珠子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去到藏区，因为我们跑藏区的概率特别高，经常去了有机会碰上，在我身上也会经常带嘛。他们有的时候会问我喜欢听他们跟我讲。其实我也听过一点，也是做那个田野调查，听过一点藏区，就是当时也是在那个藏区，就很多藏族。拿着珠子，因为他知道我是在采集这个资料，就拿着珠子过来，我就问他，你这个珠子，因为看上去还是比较特殊，那个珠子最后上了书的，在喜马拉雅天珠里头，就看他，我就问他，这是一个因为当时是觉得它有点像措丝，但是也有点像痔虫，然后那个图案是比较特殊一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天珠？他说这叫吉乃天珠。我问他什么叫吉乃天珠，他因为这个是那个人是石曲的，就是我们甘孜四川甘孜州的。四川。对，甘孜州的。他说，因为我们村子里头，就是以前这个是属于我们村子里头就是养奶牛那家人，就是他说他们家就是奶牛产奶特别多，然后就是感觉家里很富裕，很那种就是也很大方，有去了就随便让你喝那样的。他说后来他们把这个珠子等于是卖出来以后，他们家的奶牛就不产奶了。然后就是他会把这种偶然的这种事件联系起来，因为他心里有这个信仰。然后他跟我说那个珠子叫吉乃天珠，所以就是他实际上是首先给他赋予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头，
然后把偶然事件也加在他身上。其实很多的藏区这种很多的这种故事，就蛮好玩的。蛮好玩的。还有就是那个珠子不是老是上头有那种小坑，很多都说是取药的嘛，就是取药的。其实我去走访过藏医药厂，就是他们实际上是收断珠做药，他这个取药一个珠子万一打碎了呢，那很可惜的。就这个取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我就老是问他们，就说你这个像这种珠子它这么容易碎，怎么取这么一个小坑，万一打碎了呢？那个藏族跟我说你不懂，我们的这个高僧他是用指甲轻轻一点就可以了。他对这个有信仰，所以就是还是蛮好玩的，这些还是挺好玩的。活动有什么故事？我就今年嘛，都印象比较深的。然后也是住委会2个藏族人过来送东西的，也不是送的，就是带着2个儿子过来拿着珠子看，他可能就挨家看挨家问，走到我屋，然后呢，他父亲戴了一个挺大的两眼，应该能值个市场价能值个80-90万那种吧，然后他过来摘下来给我看，他说这能值多少钱？我也挺鸡贼的，我给就是和藏族人做生意，就是你给完价，他要是同意卖给你，必须要付款，必须要买的。然后一般第一口给的比较低，我说能给个30-35吧。然后他那人就满脸放光，就可高兴了，他把珠子摘下来，我以为这事儿成了呢，我就激动。然后他把这个珠子戴在他孩子身上，他说好送给你。然后我当时看着就白激动一下嘛，就那种就这事儿印象挺深刻，也要捡个漏啊！说半天是捡漏了，果然是主理人，真是2位真的是。那就最后一个第6一个问题吧，就刚才其实也聊到了，我拿着这个。也聊到了，就是新天珠和这个至纯，那就是其实我了解天珠已经是很后边的、很后辈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还是蛮快的就理解了这个天珠至纯天珠鉴赏的这些感觉吧。就先撇开一些学术啊或者很考古的那种专业问题呢，就是它肯定是目前还不可再生的一种艺术品，那就是鉴赏的难度确实要比古董珍玩其他一些门类要低一点，争议性也真的是很小。那么就是保利当然是上拍的，肯定都要保证一定都是至纯的天珠。那今天能不能请3位嘉宾到了这个鉴赏的环节呢，给我们过拍品包括过藏品的过程中，就着东西给我们这么多直播的观众，今天晚上就是一人透露一个鉴赏至纯天珠的小诀窍，给点知识点干货给大家。我觉得我还真不知道。丽丽姐感受爱。丽丽姐可能她比如说更多的以学术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她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比如珠子值多少钱，她是不在意的，她这个更在意她的在学术上能够产生的价值，是吧？那这种。你像我们就是常年跟收藏市场打交道，我们其实天珠很简单了，就那几个标准，就是器型。首先你是个珠子，你不是一块奇石，对不对？你不是一块奇石珠子，你就应该有珠子的样。但是它介于它那个久远的年代，在那个时候生产力的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它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把一个珠子做得特别完美。但是还是有一些做得完美的，那这样就形成了优劣。接下来呢，天珠的颜色和纹饰是它最重要的2块用来表现它内容的东西。那么颜色的对比、颜色的均匀程度，然后这个线条，你比如说你像这种线条，你多粗的珠子，它的线条的比例和整个珠子的这种整体尺寸的这种比例之间的这种协调关系，就大家在美的标准上其实是在有些地方是共通的。但是你这个新天珠也做得到呀，他是问你怎么这有一个价值属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东西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的价值是被人为赋予的。对，这就是说新天珠跟老天珠它没有什么可比性。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一出门，你发现遍地是黄金，
就是你见到了所有的土都变成了黄金，黄金就不值钱，对吧？所以那您这个，你还是教那个小窍门，就是对，打就是辅光类的，不是，就是您这个交易过的，或者是这个最贵的天珠大概是什么级别的？一两千万单颗啊，单颗，2000万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哪都很大，哪都很好，哪都很漂亮。但最贵的天珠理论上也得要大几千万。我不知道，我没卖过那么贵的珠子，我没遇上，我没遇上那么有实力的客户，然后我也最重要的，我也没有买到能卖到那个价值的珠子。但千万级肯定有了。那千万级在行业里就很常见，经常会有。那果冻呢？卖过最贵的大几百吧，700-800。差不多。也是长珠子。是什么纹饰的？是个大四眼。大四眼。四眼，就是其实也不值那么多，客人给的高。完了，客人看见了。没事，看得太认。那我们这个镜头来前头一点，我们看看东西吧。因为这个，包括我手上这个啊，这个我手上一直戴的这个，其实这6件呢，1、2、3、4、5、6就是我们这次保利秋拍2023秋拍就是上拍的6颗至纯的珠子。那可以稍微的，就这就是一颗，其实我们标价标得很好，这就是一颗无底价的小虎牙，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乐儿，让大家能来这个踊跃参与尝试一下。就可能小丽老师是有一个结晶吗？对，是有结晶的，有2个，是要不然可能也不会。它主要是材质上的问题，它要不然可能也不会能敢标无底价。不是，天珠是这样的，就即便标无底价也不会，对，就真的就没有人买。就它在某一个价格区间，对，就是大家都会去试一下。还是很硬的，主要。然后这个就是叫折线两眼哈，因为它折线就是这种比较直的这种线条，也很好理解了。这种折线是不是你的？这谁家的？就两眼，其实就是这种对着的哈，这就是折线型的两眼。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是弧线型的，对，圆弧的那就叫是莲花。如意两眼。这种还有一个这种哈，这种就是天圆地方的哈，一个圆眼睛，对，对着一个方形的叫天地。它就是有一些基本的纹饰，我们就顺便带到。那这种就是圆珠子哈，算达洛达洛，就我的感觉是像2个虎牙堆起来的这种纹饰似的。圆的还是级别更高是吧？在天珠里不一定，不好这么讲的，就是你还是要看珠子的具体的，我刚才讲的那些标准。还是颜色越深的对比度越高的。就是一个好珠子，一定刚才我讲的那些标准都是具备的，但是呢，就达到那样标准的珠子就太贵了，所以有的时候，好多人在玩天，我今天下午还劝退了一个。他说他想买一个天珠，然后我问他，我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他就给我发了一些图片嘛，发了一些新珠子图片。他说大概这样的，但是要老的。就因为我了解他的经济能力嘛，最后我就劝他，我说要不然你就买一新的，这一个1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这玩意儿得了，因为天珠它不像钻石啊，对，就是不管是大的，不管是小碎钻，还是这种克拉钻，它都很漂亮，就是都很完美。这天珠好多，它不是那种绝对完美的东西，所以你要是要求，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些标准，全部你买一个珠子，它每一个都达到10分，这其实是不太客观。你得靠缘分，就收藏嘛，肯定是要靠缘分、靠实力，都得靠的。尤其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觉得主要还是靠实力。靠实力。现在这种小珠子反而非常贵哈，就这种。因为它适配，就这种小珠子这几年，果冻应该卖了很多。
配个串儿呀什么的。对，这种的这种小珠子这几年涨太多了。是。那我们这次最贵的其实就是这个六眼，这种六眼其实总体的存世量大概有多少颗呀？很难说。没做过这种统计。你要是说提前一段时间跟我讲，我至少可以告诉你，我说这1年的时间内我见了多少颗。哦，对。但这颗还是蛮漂亮的。六眼应该不会比2眼多。哦，是，那肯定的。那是对，感觉最多的就是2眼，好像是，确实是。对。就天珠的这种，比如说，珠子相互之间，而且这个是双线，它这种品质的差异，有2条白线。这种品质的差异就需要你有，它就是一个纯经验的活儿。这个东西不太好，有的时候用语言去描述出来。所以我们去看珠子，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价格，我们觉得就是 OK 的。你要是一味在沉溺在自己的想象中，就是我就要那样的珠子，可能特别容易出现就是东西是有，但是你未必买得起，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再看看那个您给我们的惊喜，要看吗？看呀，虽然把我们的拍屏可能瘪去了，但是让我们开开眼嘛，是吧？让我们开开眼。这是找一些藏家去，我要知道会跟拍品放在一起，我就随便拿一点。哎，我就不找他们借这种。好谦虚哦，说话真是。我就不找他们借这种品级的珠子。就这种品级的珠子，其实对于玩天珠的人而言，对于普遍的这个用户群体而言，其实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对。就是你也买不着碰见了你也未必买得起，可能也很难再见到了哈，不太会再拿出来见。那这次真的是太给我们这直播。丽姐看滚圆的莲花，我还真出手过一个带皮的，波兰美皮很厚。是第一手过来的，我不知道现在带出来没有。你看这种，哇，好漂亮啊！这颗，这种你看同样的打就是都是达洛器型的珠子，你放在一起就会。但这得差个多少倍呢？这价格也差，对啊，价格也差了。是啊，价格差太多倍了。你不要这么比。你们那6眼的。然后刚拿到那边，那6眼的颜色已经算很好的了，算蛮好。看看这个6眼，看看人家的6眼。哎呀，那价格也是有差距，是价格差异非常大。是，像这种珠子就是哇，这好漂亮哦，很胖。对，很多人会喜欢这种。看像这种小的这种颗口，这就是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就是很美好的说法，就是也是一个藏族告诉我的，他是画唐卡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像这种小的磕碰，它里头已经形成包浆了，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珠子天珠特别是至纯，它都有这种小的磕口什么的，他说是这样，他说因为天珠是天神，掉落在凡间的，我们会有时候在地里捡到或者是什么，他说捡到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如果它是特别完美的，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弄一个小的颗口，它这样天神就不会把它收回去了。想让它留在人间。对，也是一个很好的说。天哪，这个才漂亮。哇。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好多人在玩珠子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看到这样一颗珠子，说好几百万太贵了，说那行，我买一个便宜的，小一点也行。可是它有些，就它不能保证每一颗珠子都是圆润、干净、画得很好、比例很好、颜色很好。但你看，即便是这样，它这个
这也有一点老的刻口，有呀只是它没有有呀破坏到这个口线。是它那个线还没老天珠，你仔细这样拿手去转圈摸，你会发现它是一棱一棱，它不是圆它的，不是现在比如有棱这种车床，然后直接这样浑圆的反而有问题。它是有棱的。哎，已经干货出来了，大家有听到吗？但是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鉴别老天珠。对，哦，这个很重要的。那就看一眼就可以了，就看一眼这个颜色。那您这个经验太多了，要很多年，这个能上手也没有争议的。哦，是，这一桌子太厉害了，这一桌子，丽姐看，这一桌子至纯工艺的这种。哦，这个蛮少见的，因为我们见到的就是那种什么马眼板珠，就是中间一个圆圈的，像眼睛这样的。像这种呢，现在也挺多说法的，他们管这个石子叫坛城，因为那个古代寺庙的那个基址它是这种十字形的。那这个完全没见过，这真的是书里我都没见过。它这个还真是两面的耶。哎，双面，太厉害了，这个。对，这个很少见，非常的细的一个珠子。哎，这个太漂亮了。哎呀，太硬了，就这种东西都是几乎看不到的。几乎看不到。对，你看它这个，它跟这个纹饰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它都是叫莲花宝瓶。对，俩不一样。你看它这个是画着格子的，这个不是。哦，还真是。就是这个尖尖的，其实算小牙齿似的那种感觉，是吧？它这个是用格子格的，这种图案我都收集过。哇，这种小心心太可爱了，就如果天珠要全部都是这样干干净净的，要根据大小尺寸、根据图腾来论价格，其实也挺好。这个，但是它不是这样。这个大一点的是不是要贵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好。他都买了很多年了，但是这颗我记得，这颗当年买的时候，这是他从一个玩家手上花了很高很高的价格去买的，就是已经忽略价格了。就必须要拿到这样，因为它是完全超越这个族群的日常你所见到的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找达洛，很难找不到。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那个错丝。它的那个就是两边的切口，错丝的切口，就如果珠子你不编的话，你这样给它弄，它是能站住的。对。但是天珠一颗都站不住，至纯一颗都站不住。大部分都磨得比较狠。他很可能他当初，你觉得他当初加打过眼，我觉得是跟他整个的白画工艺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做过雕刻，拿缎珠做过打孔，就是至纯的硬度。比错丝软，肯定的，软不少。所以说，你看，像这种，即便是很完美的这种，你看到了吗？它也是斜口，就它不是，尤其像这种比较，就是现在贵的珠子，在过去，它虽然说整体比现在便宜，但是现在贵的单颗在过去它也是贵的。对，那倒是。所以它一直处在一个被人爱惜的状态下。但即便如此，它或多或少也都还是会有一些磨损。我们当时在打孔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把那个电钻，我们拿那个缎珠去改一点其他的东西嘛，那个电钻往上一放，你就感受会非常直接，至纯要比软，这个冲洗要软。他做那个白画，我做那个工艺我也想过，它实际上是一个是让它容易上色，然后还有就是软化，所以它那个至纯做出来的那个明显，就你看错丝跟那个至纯的感觉哈，错丝整个感觉是生的。就是很生，对，这种就是很熟的。我们给别人去描述，就是如何判断日跟错字，就用丽姐刚才用的这个描述，就是冲细的珠子，它看起来会比较冰冷，比较生，透好像是，然后也不是透，你整个感觉是很有点生的那种感觉。然后至纯呢，它就会比较那种软糯的那种感觉，比较温润的那种感觉，像玉更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工艺的原因吧。对，工艺的。那早些年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还传说这东西比钻石还硬，其实但是这样软，你看就知道。你说那个工艺，我想起来，就是那个藏族文献里头，他那个工巧明的那个文献，就像刚才他说他收到一本书，里头全是藏文，但是他的那个名字就是字，但是他又里头没办法读，我在找人翻译，我估计翻译出来很多地方你也读不通，因为古代文献它是誊抄的，它很可能你读不通。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工巧明里头，他不是把天竺分公母吗？对。它里头还记载了一段，他们给天珠做再加工，就在古代他会给他做再加工。古代就做出来之后再做。对，他比如说他给他做那个油润度嘛，它里头记载的用什么羊油包上，然后用土包上，就像我们描述的什么叫花鸡一样，然后用那个牛粪给它加热，因为像这种玛瑙材质的，你加热它里头很多那个微量元素它会氧化，然后它比如说色彩会变深啊。或者是它那个整个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油润度、软糯度，它都会表现出来。等于它的质地会产生变化。其实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个石花玛瑙，不是有些特别红的，那个当初就是加热过的，它不可能那么红的。其实很早大家就发现这个，像这种物理性质的矿物物理性质的，古代的了解，它的经验其实蛮多的。比我们想象的，它只是没有现在这种规范的矿物学的描述，它只是没有这种，但它经验是足够的。这一桌子大概能有多少钱？今天几千了。好。但是买不到。这是花了。这些藏家花了很多年，然后陆陆续续攒。那来再照照吧，这么一小堆儿，挺不容易见的，有个几千呢。对，就是全部达到这样的品级，你在西藏肯定是见不到的。你现在去西藏肯定是见不到，你可能可以看到比它更多。可以码一桌子，但平均这样水准是没有可能的。就多么希望能通过直播，在哪个藏家露出说我这儿有，咱们再收。炸出几个藏家，做了10几年了。我刚才看我们这个快有26000人哈，在这个直播间里，希望今天到时候能有非常好的宣传的效果。26000人，里面我估计得有25000人。没准25000熟人吗？都是25000人是不懂的，就觉得这个骗子。不会的，不会的，没有。其实关于天竺推广，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啊，就是很多人在努力着做着，比如说关于天竺文化的推广，包括像你们今天这样的直播，我其实一直觉得天竺就不用推广。它就不是一个可以和大众互动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推广呢？推广没有意义。就大众也是，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去看看王刚炒菜不好吗？你看他干什么呢？哎呀，我们还是我们已经是挺小众的了，我们是艺术品拍卖，我们这已经是，你要相信我们这个观众的水平。其实跟所有的那个古代艺术品的门类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像什么圈地运动或者是大众的一个日常的东西，就是它实际上还是有门槛，只是说我们在就是这个珠子呢，在比起其他的古物，好像觉得门槛低一点，因为它容易佩戴嘛，大家都喜欢，然后工艺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小众。我们好多认识好多大买家啊，大藏家，他们根本就不懂，他们也不研究，为什么呢？就是这东西可以戴，我就懒得去研究它了。我戴着好看，东西是正路子，对，就可以了。然后又足够好，就可以了。也不会让一般人看出来它是一那么贵的东西，哎，就是有神秘感。就是它跟玩好多那种传统的那种古董还是不太一样。它本身颜色上也低调，各种场合也能。像这个宝瓶，哇，宝瓶珠子，可老喜欢了。就是。实际上它也是有，就我看那个镜头这个宝瓶，我问藏族，就这个的说法，他说实际上宝瓶的真正的叫法是盐瓶，装盐的，因为盐是辟邪的，是盐瓶装盐的，就是
翻译他们直译过来其实是庄严的瓶子。哦，所以你看它那个就是跟民间的那个信仰是绝对有联系的。像这种东西，确实越了解觉得越淳朴哈，越质朴的那个感觉，就是特别好。对，其实这里最出彩的不是天珠，是梵堂的绳子。你不管多少钱，都一直都用的这个绳子。好的，好的。是这个吗？对，1米卖12块钱。好好好猪配好绳儿。这个是可以，这个我都会打这个结。那这藏家真的日常会佩戴吗？戴，肯定戴的。哦，那每天好烦恼啊，今天戴什么？哦，有这种人、真的太烦恼了。然后我还问过这个藏家，我说你这么多珠子，你愿意卖一点吗？我干嘛要卖？我说那你每天挑这个不烦恼吗？我不烦恼，但是他说，但是我知道我这一桌的珠子，我到死我都用不完。这就是真的是干升值哈。其实对他们而言，我跟你讲啊，我在这个行业里头经历了这么多年，最后我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好多经历了升值这个过程的人，他们一开始其实不是冲这个去的。对，我觉得这个那倒是各个门类都有这个，是吧？对，都有这个状况。因为留得住留得起嘛。然后一留得住留得起，二因为他有能力，一开始他买的就是好的。对，是啊，所以钱都让不想赚钱的人赚。想挣钱的还是赚了。那我们今天直播差不多就到这儿，然后主要是那个我们差不多也1个多小时了，然后周六晚上感谢大家今天来看直播，也感谢3位嘉宾波冗莅临到我们其实是保利秋拍的一个现场，尤其是小丽老师，她是专门从这个成都飞来北京的，十分感谢。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说一声，小丽老师是我的偶像，我也正好趁着保利的直播，我第一次跟小丽老师一起。真的吗？啊，对你好像说好几年也没见了，是吧？对，然后我们同台，我们最后也要说一声，这个北京保利2023年的秋拍呢，其实预展已经开始了，明天就是第3天。那么我们古董珍玩有10个专场，那个预展会持续到14号，就是希望大家到时候有时间都来国贸大酒店来看我们，看看那些。